近日，夏东海的塌房闹得沸沸扬扬，那刘梅还能坚持多久？家有儿女作为经典的下饭神剧，剧里夏东海一家5口更是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其中剧里通情达理，能够和孩子处成朋友的夏东海，更是获得多数年轻人的追捧。甚至夏东海的饰演者高亚麟也一度被称为国民爸爸。然而就在大家都沉浸在剧中时，突然间一则关于夏东海塌房的消息直冲热搜榜一。起初大家带着对夏东海的滤镜，还对此消息半信半疑，直到真主高亚麟亲自下场回应后，一时间众多网友都震惊了。确认夏东海塌房后，网友们一边责备高亚麟抛妻弃子的花心，一边又赶紧到刘梅的账号下留言：刘梅，快管管你家夏东海吧。有的网友甚至还调侃道：一家5口，爸爸塌房，大儿子绯闻不断，小儿子默默无闻，唯有女儿和妈妈还算可以。对此不少网友都选择一笑而过，但是也有不少操心的吃瓜群众大胆猜想，刘梅还能坚持多久？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，刘梅的饰演者宋丹丹早年的情感经历与事业的稳步提升，让她早已经看开了许多。对于现在的她而言，能够弥补儿子童年的亏欠，享受天伦之乐，才是如今最重要的事情。宋丹丹本就是一个真性情的女孩，对于一切事物她都是敢爱敢恨，所以对于感情这方面的问题，她也是拿得起放得下，并不会去避讳。相较于前夫英达避而不谈的态度，宋丹丹的坦诚相待更加令人佩服。宋丹丹曾经在采访里承认过，少女时代她就想找个帅气的男孩，25、26岁的时候她又想找个有才华的男孩，中年之后她就只想找个对自己好的人，过着踏实安稳的日子。早在高中时代，宋丹丹就爱上语文老师的儿子，小伙子长得高大俊朗，不过宋丹丹的外貌也不差，两人由此便开始了青春期的懵懂爱恋。不过这段恋爱也很快因高考结束而分道扬镳，宋丹丹高考落榜，男孩却考入北京大学的法律系。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出国，而这段关系也因为相隔万里无疾而终。5年的青春都给到一个男孩，宋丹丹对此伤心不已。为了能够忘记这段得不到的爱情，24岁的宋丹丹与一个北京的男孩相处3个月后便结婚成家。在这段感情里，宋丹丹除了觉得丈夫的长相堪称完美，其他方面没有一样是令她满意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，宋丹丹也意识到了婚姻中仅有帅气是万万不够的，又或许出于其他方面的原因，1年后她跟丈夫离了婚。离婚时两人曾有过约定，宋丹丹不能透露前夫的名字和个人信息。宋丹丹对此也是一诺千金，至今都没有向媒体透露半个字。时间来到了1987年，宋丹丹在与英达排练话剧《纵火犯》时相识。因为两人是同龄的关系，再加上英达也有过离婚的经历，所以有着共同话题的两人很快便走到了一起。1989年7月，互相赏识、互相温暖的两人在北京办理了结婚手续。隔年，宋丹丹就在北京生下两人的儿子巴图。此时，宋丹丹收到央视春晚的邀请，通过懒汉相亲、超生游击队逐渐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，从此也让自己在小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因为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宋丹丹常常需要去外地演出，而挣回来的钱也全部上交英达。事业发展的如日中天的她，对家里的事也很是上心。家里的灯泡坏了是她来修，下水道不通了也是她来找人修理，哪怕是公公生病时，也是宋丹丹在医院没日没夜的陪护，而英达只用当甩手掌柜就行。对于这个家，宋丹丹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，然而她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，相反换来的却是英达狠心的抛弃。1993年，宋丹丹与英达合作经典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时，英达与梁欢发生了婚外情，并且多次被人看到，一个是自己的丈夫，一个是自己几十年的闺蜜。宋丹丹忍无可忍，于1997年和英达离婚，儿子巴图也跟着宋丹丹离开了。离婚后的那段时间，宋丹丹带着儿子巴图住在出租屋里，两人经常抱头痛哭。可英达对于母子俩人不闻不问。仅仅8个月后，他就跟梁欢领结婚证，享受夫妻之乐。宋丹丹也不甘示弱，既然英达做得如此绝情，他也在不久之后跟认识仅28天的赵玉吉结婚。赵玉吉此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两人育有一个女儿赵婷。离婚后，他也是独自一人带着女儿生活。如今和宋丹丹结婚后，
友赵玉吉，宋丹丹带着赵婷和巴图组成了关系复杂的一家4口。不过好在宋丹丹与赵玉吉的感情很好，在两人的精心经营下，他们的重组家庭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。赵玉吉将巴图视作亲生儿子，而宋丹丹也给予了赵婷应有的母爱。在他们的引导下，巴图和赵婷兄妹俩相处也很融洽。或许是3婚的经历，宋丹丹在感情上看得特别开，如今跟赵玉吉组成的家庭让她逐渐有了家的感觉。或许是为了能够回归家庭，在60岁生日宴上，宋丹丹宣布不再演戏。之后退休的日子里，她也是专心的陪在自己家人身边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回顾宋丹丹这些年的感情经历，充满了坎坷与波折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她的身边有儿子巴图的陪伴，母子2人相依为命，互相陪伴着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。正是因为有宋丹丹静静的陪伴，巴图才能与当下的生活和解，成为积极向上的小伙。同时也正是因为有巴图的理解和支持，宋丹丹才能放下过去，面对当下精彩的人生。事实上，当初刚跟英达离婚后，宋丹丹并不想让巴图看到自己悲伤的一面，因此她常用工作来转移自己的情绪，白天在各个剧组之间奔走，晚上回家再带着笑脸陪伴巴图。可尽管她再怎么隐藏自己的情绪，当听到巴图询问爸爸的事时，她依旧难掩心痛。宋丹丹也不想巴图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长大，也希望儿子能够拥有一份完整的父爱，因此她并不阻拦巴图与英达联系，更不会阻止2人见面。但是宋丹丹做出了让步，并不代表着英达愿意接受巴图。我仍然关心他，但是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再去扮演父亲的角色。离婚后，英达很少跟巴图联系，也几乎没有履行做父亲的责任。11岁生日时，巴图仅仅是想让久未见面的英达跟自己见一面，却被对方以工作繁忙为由给拒绝了，甚至连之后换了联系方式，巴图想跟他要个电话号码，他都不愿意给。几年后，英达的父亲也是巴图的爷爷去世了，为了能够送疼爱自己的爷爷最后一程，巴图恳求着英达让自己参加爷爷的葬礼，可是英达却没有任何愧疚感地拒绝了他，并在宋丹丹带着巴图前来参加葬礼时，无情地将2人赶出家门。英达多次的拒绝与不留情面，让巴图幼小的心灵受到一再的打击，尤其是在看到英达多次公开疼爱同父异母的弟弟英如迪后，他更是悲伤到极致。也许心疼儿子的处境，宋丹丹忍无可忍之下，便在网络媒体上发文，他斥责英达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甚至还在小儿子出生后开始有意疏远大儿子。他本想着借此机会骂醒英达的良知，结果英达本人对此竟毫不在意，依旧我行我素的在节目上公开晒与小儿子的父子情，甚至还扬言要收回巴图的姓氏。看到这一切后，宋丹丹心如刀割，为了不让巴图继续受到来自父亲的打击，于是果断地将儿子送出国，让巴图暂时与外界隔绝。在宋丹丹的百般呵护下，巴图逐渐长大成人，个性也变得更加坚韧独立。此时宋丹丹惊讶地发现，巴图不再需要她的保护，也不再需要英达这个父亲，而是成为她最坚强的后盾。巴图娶妻生子后，也是精心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家，虽然在星二代里她并不是最幸运的，但好在她有个愿意守护她的妈妈。如今巴图自己也成为父亲，虽然自己的演艺高度赶不上妈妈，但是他依旧跟自己的妻儿每天乐乐呵呵地过日子。看到自己的大儿子如此幸福，英达此时也后悔了。可是当他有意想要弥补巴图时，被父亲伤害至深的巴图并没有理会他，反而是一心站在宋丹丹这边。面对同父异母的弟弟提出希望他能回家时，保持快乐的3大秘诀：无所谓，没必要，不至于。显然他已经放下过去的生活，很享受当下的生活方式。巴图的存在让宋丹丹能够有不断的力量去投入工作，也让她有底气指责英达枉为人夫的事实。近日宋丹丹在微博上晒出与儿子一家的吹牛照片，看着嬉戏打闹的一家人，估计这才是宋丹丹真正想要的生活。除了
了在感情上，宋丹丹享受着天伦之乐，如今在事业上的她也被人视为小品女王，甚至在话剧界也有着她经典的作品。可见宋丹丹的实力并不是说说而已，她也是有多部代表作傍身的娱乐圈常青树。宋丹丹并非艺术世家出身，她母亲是教书的，父亲也只是体制内的员工。不过好在母亲虽说是教师，但是艺术细胞还是有的。于是在母亲的艺术熏陶下，宋丹丹这也才走上了演艺的道路。当年宋丹丹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表演班，2年后她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并留在北京人艺当演员。年轻时的宋丹丹长得也算是美人，2条柳叶弯的美貌，再加上圆圆的脸蛋，1.68米的身高，回顾她的整个演艺生涯，其实走得还算顺利。1999年，她与赵本山在春晚上合作的一部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》一炮而红。之后，两人又连续合作了几个春晚，留下了《小崔说事儿》、《奥运火炬手》、《钟点工》、策划等爆笑小品。一时间，宋丹丹与赵本山两人成了不少观众心里最喜爱的小品搭档。但很可惜，两人在2008年演完《火炬手》后，宋丹丹就留下一句：“除非他们逮捕我、判刑我，不然我真的不想去。”随后便离开了春晚的舞台。如今春晚的小品被不少网友吐槽，大家每年都在许愿能让宋丹丹与赵本山再上一次春晚，但年年出来的节目单都会令人失望。离开春晚舞台后，宋丹丹的事业依旧如日中天。2004年，她参演的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直到如今，《家有儿女》依旧是不少人的下饭神剧。而那个对刘星又爱又恨的妈妈刘梅，依旧是宋丹丹留给大家最深的印象。就像前段时间剧里爸爸夏东海出事后，不少网友纷纷给宋丹丹留言，让她出面管教一下。由此可见，家有儿女是成功的，而宋丹丹也凭借刘梅一角，让自己的事业再次上升一个台阶。之后，她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演话剧、电视剧上，金太郎的幸福生活、老米家的婚事儿、美好的生活等等，都是她留下的代表作。2020年，她再次参加央视春晚，不过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参加春晚。在当年的8月，她趁着自己60大寿之际，当众宣布自己从人艺退休的消息。日后的生活中，她没事时就陪着孙子四处游玩，偶尔也会参加几档综艺，日子过得很是滋润。然而，宋丹丹有着这么多的实际成绩，一方面是因为她有真实的演技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懂得见好就收。当初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，面对主持人提问她会不会再演小品时，宋丹丹非常果断地回答：“不会了，人不会老有才能，我不希望我让观众虚下去，我还是愿意自己走下去。”你创作能力降低，人不可能永远都会演，真的。你没有才能了，人不是老有才能的哈。任何一个行业，你不可能老行。希望我让观众虚下去，我还是愿意自己走下去。一句话赢得现场阵阵的掌声，这些掌声一部分是感谢宋丹丹这些年为大众留下众多作品，一部分是致敬宋丹丹能够懂得体面的离开，让后辈们能有成长与发展的舞台。相比起英达一辈子只靠我爱我家混迹演艺圈，宋丹丹要比他强太多了。不仅有着许多代表作，还有着众多才艺在身。如今宋丹丹能够被人称为人民艺术家，也是因为她能给大众留下好的作品，而且懂得体面的离开，给后辈们留下成长的舞台。如今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宋丹丹，将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了跟家人的相处上。对于外界的纷纷扰扰，她并没有多大的留恋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，刘梅势必不会走上夏东海的老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对于如今春晚小品的没落，我们还是希望宋丹丹能够再次出手相交。毕竟后辈们虽然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，但是他们也必须要有这份才华，否则这样下去，大家看的也很难受。当然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希望宋丹丹老师能够继续享受自己的人生。